2月5日星期三，先恭喜肖战一番票房破10亿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今年的春节档厮杀有多可怕，现在的局面已经比我之前预想的好很多了。肖战粉丝之前最怕的是他们会攻击肖战本人，但是肖战演的确实很好，所以他们只能逮着粉丝下手。虽然我们被骂也很冤枉，很多都是被泼脏水，但骂就骂吧，反正我们都是披着互联网的皮，又不像肖战是实名制，我们才不怕被骂。今天也是大年初8，大陆开始开工的第一天，最魔幻、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春节档，总算是告一段落啦。我刷微博看到有网友说，断网、隔离杂音，你就能品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来，还是回到观众的自主选择上来。各种免费短视频和低价短剧，可以说几乎占满了大众的休闲娱乐时间。如今还能让观众愿意放下手机，花钱走进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的动力，无外乎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题材层面，不用想，首选一定是喜剧片和动画片。看喜剧是因为不用动脑子，花钱图个乐呵；选动画片是因为家长可能一年到头都不会进一次电影院，但逢年过节一定会陪孩子去看一部动画片。二、演员层面，如今的国产片，想必除了沈腾、马丽、吴京和贾玲4位前辈之外，没有其他人还能做到老百姓只要看到他们的名字就会去电影院瞅一眼的地步。而这其中，看看含喜量又有多高？即便是这会儿风头正劲的那些片子，你让导演和主演换个题材类型试试看。有人说，那年轻一辈的某某人和某某某人，人家的总票房成绩不也还行吗？那你别忘了，人家混电影圈混了多少年啦，可以说各种打法门清，背后又有专业的公司和团队支招运作。你一个一心走正道的个体户，怎么跟人家比？三、IP 层面，老百姓看电影其实是很随机的，出门一家子逛街吃饭或朋友聚会，有排片，时间又合适，赶上哪场就看哪场。除了真正的电影迷和黑子之外，有多少人会先去刷一下豆瓣评分，然后再决定看哪一场？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名字越熟，演员名字越熟，就越有优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不管是真人还是动画都在搞系列 IP 化制作，不停的拍续作的原因，因为有钱做打底，既省了宣传费，又能迅速缩短老百姓掏钱观影的观望期啊。四、经济层面，昨儿有姐妹说到这个问题，有些道理。小飞侠中高收入的比较多，咱们花个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买代言、买专辑冲预售，不觉得有什么。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没这个经济条件，如今看电影也不是刚需，大过年的，好不容易带着家人孩子出去看一场电影，在有限的预算内，人家肯定会选择个热门去看动画片或是喜剧片的呀。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知道有你这么个人儿，眼瞅着也很喜欢，你代言的是刚需，人家就会买。电视剧免费的，坐在家里就能看的，剧不错，演得也好，人家就会看。而电影要花钱买票，要出门，要附带着再多掏一笔交通费和餐饮费以及买零食饮料等，那人家可能就要犹豫啦。没办法呀，大环境如此，想要拍电影，尤其是年轻后生想要闯荡电影圈，就不得不面对这个现状。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有很多帮派，立了很多规矩，打打杀杀，3分面子，5分恩怨，仇恨加贪婪，且熬着呢，咬紧牙关。肖战继续闯荡吧，感觉从今天开始，射雕才要开始放大招呢。看了花絮，梁家辉在路演时，一套流畅的字长嘴假动作，除了硬控肖战也让我们看呆了以外，还有肖战每天骑马骑的腿都夹出火花星子，累瘫在马背上了。要知道小红马从最初很难驯服，到肖战可以坐在它身上，不用扶缰绳拿着剧本看词，甚至可以直接躺在马上，抱着马脖子休息，这真的是磨合的特别好了。而拍单元香那段，人郭靖和黄蓉甜蜜蜜呢，徐克却在后面盯着，像极了抓早恋的班主任。肖战打个哆嗦，笑死我。第一次点单元香有很多小细节，首先郭靖在草原长大，草原人认为打雷是神怒，他们怕雷，所以郭靖第一反应是护住黄蓉。然后此时2个人应该是刚认识，其实黄蓉对郭靖也没完全信任，
郭靖一动，他做了个掌势，可见黄蓉在外闯荡戒备心很强。结果没想到郭靖是要保护他，所以他很意外也很甜。郭靖还说了句有我在，雷没机会劈到你，很笨拙的一句话，但却格外甜，比什么海誓山盟都甜。谁懂啊？昨晚我做完影片，才发现肖战工作室又放新剧照，这些好多是在河边和林志上人打斗的场景，还有一套是最后和欧阳锋对战的造型，和林志上人打斗那场超帅的。他本来想放林志一马，结果林志上人恩将仇报，用毒气偷袭他，最后反而阴差阳错死在自己的武器下。这一幕很有讽刺意味。电影里的肖战就是一枚可可爱爱的脏脏包。我看有人说郭靖刚出场，衣服和裤子都有点短，是因为这套衣服是娘给他缝的。来中原2年，长裤变7分裤吗？最后刷到不少带节奏的，趁机攻击他的事业规划和选择。对此，有网友说：“我觉得吧，大家首先要看清一点的是，在经济大环境的制约下，在各种低廉的竖屏短剧和免费短视频的冲击下，国内电影市场早已今非昔比，愿意出门跑那么大老远花钱去看场电影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啦。那老百姓都爱看什么类型的电影，什么题材的电影才卖座？抛开后期市场营销玩的各种花花肠子先不谈，只谈电影题材本身。”想必绝大多数人的首选都会是喜剧或者是动画片吧？为啥？不用动脑子，大过年的图个哈哈一乐。还有家里的小孩爱看北真人电影干不过动画片，其他题材的电影质量再好，艺术价值再高，也干不过纯挠你痒痒的喜剧片。这就是中国电影的悲哀，却也是所有电影创作者必须要面对的现状。照那些扑你的话术，那除了喜剧片之外，除了那些带有前作基础的续作之外，还有啥题材敢拍胸脯说会比武侠片更卖座？这市场还有的你挑你选吗？你拍武侠片，他就黑武侠片；拍战争片就黑战争片；拍喜剧片就黑喜剧片。反正你走到哪儿就黑到哪儿，直到逼你退圈为止。不就这么个意图和套路吗？人家之所以那么破逆，不就是为了要把他赶出电影圈？人家好吃独食吗？不就是为了把他赶回烂古我圈，好给他家哥哥腾地儿腾资源的吗？关题材呀、类型啥的屁事儿呀！搞这么大的规模和阵仗来绞杀他，真的就能如愿吗？就这么跟您说吧，能以一己之力让武侠电影重回主流文化视野，引发全民关注热潮，能以自身热度盘活最重要的电影档期，让众多从来不去或者很少去看电影的人纷纷走进电影院。能以强大的影响力令一众电影相关数据平台 App 和各类小程序的下载量激增，日活量达到历史新高。他踏进一个圈子，就能带动与行业相关的经济、文化、旅游等消费市场，且自带至少3.55加亿真金白银专属活人票房大底盘。如此惊人的大号召力和个人影响力，放眼内娱，能有几人？你说他闯哪个圈子？哪个圈子会不惊慌失措，恨得咬牙切齿？哪个圈子会不对他下死手？可哪个圈子又恨不得要把他抢到自个儿手里呢？经此意义，想必拿着剧本排在胖师门口，等待中签的都看不到队尾了吧？所以就放宽心吧，他的事业他做主，他的缰绳握在他自己手里，他只管信马由缰，驰骋天下，我们紧紧跟上就好。至于说那些用各种话术泼你的恶鬼们，我可去你妈的！想要挑拨粉丝来求险胜，欧阳锋都打不过郭靖呢，更何况那些淹得下水道低级生物，都滚一边儿去吧！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